大家好，我是派妹，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。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击点赞、订阅和小铃铛，这真的很重要哦。过去20年是全世界互联网行业的黄金20年 ，Google、Facebook、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横空出世，这些先锋者成就了一个时代，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们向往和追逐。新人终究变旧人，随着流量红利见顶，互联网高速增长神话结束，上个互联网时代也逐渐褪色，一批年轻人蠢蠢欲动，开始寻找新世界，希望成为下个时代的先锋者。注意看，这是今年的互联网大会。谁能想到啊，曾经在浙江乌镇指点江山、睥睨天下的互联网大佬们，全都消失不见了。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、刘强东、张一鸣、王兴、余承东、雷军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大佬，通通缺席，不禁让人发问呀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事实上啊，比缺席互联网大会更可怕的是缺席下一个时代。在这场互联网大佬集体销声匿迹的背后啊，隐藏着一个平静却惊天动地、影响深远的时代暗涌。互联网躺着赚钱的日子过去了。回顾互联网大佬消失的时间点，大家会发现非常有意思，这背后啊内藏玄机。2018年9月，在美国搞出明州事件的大强子缺席了2个月后的乌镇大会。2020年10月，折戟在外滩的杰克马缺席了1个月后的乌镇大会。随后呢，其他互联网大佬们也纷纷退出了乌镇舆论场，甚至交出了掌印大权。更彻底的是啊，这些曾经搅动风云的互联网大佬，竟然在他们的主场互联网上也都相继闭嘴。张一鸣清空了所有的微博，王兴的1.7万条饭否被彻底锁进历史的阁楼，甚至偌大的公司也都撒手不管，纷纷退居幕后。马老师在西班牙的高尔夫球场上、游艇上才找得到笑容，大强子接连套现，在意大利的豪宅里才能重振雄风。这些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互联网教父们，一个接一个的退出一线的舞台，消失的颇为彻底。回顾互联网大佬消失的年纪啊，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，这背后啊内藏玄机。39岁的张一鸣，42岁的拼多多黄峥，43岁的美团王兴，甚至啊更早前的马云也谈不上年龄有多大。然而呢，这些正值壮年的中国互联网前10大公司的掌门人们，如今呢整整齐齐的摁下了静音键。到底还有多少人记得，他们曾经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里程碑，是无数创业者崇礼膜拜、终身追逐的偶像，是那个开放包容、充满无限想象力世界的弄潮儿。然而这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光环、一切的一切，都随着互联网躺着赚钱时代的过去而过去了。今年的胡润富豪榜用数字诠释了什么叫做退场。马云的身家在1年内少了750个亿，这位曾经的富豪啊，如今只能屈尊全国第9，差点跌出前10。张一鸣少了950亿，美团王兴、京东的大强子蒸发了300亿，就连向来低调的小马哥也少了1020亿。互联网的造富神话几乎可以就此宣告彻底破灭了。更吊诡的是啊，这些曾经被崇拜的偶像，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眼里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也并不难理解，因为很多互联网公司啊，多多少少都带点原罪。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，是信息交换与传递。互联网的第一要义是快，最好呢比人的思维还要快。互联网最宝贵的资源叫做流量，流量等于金钱，这是互联网赚钱的一个恒等式。突然啊，大家会发现不生产产品、不生产实物也能赚钱。想要赚钱的前提是要先烧钱，烧到竞争对手认输，那就赚钱了。为了流量，为了快，甚至可以偷窥隐私，买卖人的心智、时间还有数据。而原本作为连接功能的互联网逆转了主次，掌握了主动权。互联网家的东西才是长远发展的根本。于是呢，时代的大幕悄然落下了，连接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互联网，从新奇之物成为了融入百姓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东西。曾经高谈阔论、畅想未来，在西湖边模仿华山论剑的互联网大佬们，如今呢却恪守沉默是金的名言。彼时彼刻，站在20世纪的末尾，眺望21世纪，没有人不相信互联网是引领的，全球是开放的，未来是美好的。谁能想到啊，这个代表新人类的100年，才刚刚过了仅20余个年头，全球化就遭遇了当头一棒。互联网几乎走完了它波澜壮阔的一生，70亿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陷入了停滞，甚至倒退。
许多80后是认命的，许多90后是无奈的，许多00后是迷茫的。2020年的开发商造的房子是史上质量最差的，2020年的大学生是竞争力最弱的。然而呢，这些都未能阻挡时代的脚步朝前跨越，做出它的抉择和方向。比亚迪的王传福跻身汽车首富，宁德时代的曾毓群坐稳能源首富，资本正在重新寻找时代的坐标。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准备好了呢？如果说早期的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旧世界，那眼前人们迫不及待想进入的 Web3 便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新世界。时代真的变天了。Web3 是全世界的金融变革。Pi Network 10年布局，2019年3月14日全球上线。所有想进入区块链 Web3 的国家、企业和个人必须拥有 Web3 通证。那么什么才是 Web3 通证呢？这就是全球最顶级公链 Pi Network。2022年是个不一般的年份，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布局 Web3。在布局 Web3 方面，中国走在了最前面。2022年10月31日，中国香港正式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。这份宣言正式向全球的投资者、创业者宣告，中国香港终于向建立全球加密货币中心迈出关键一步。Web3 的人员再也不用认出去了，香港即将成为 Web3 的大本营，也是中国香港第一次明确的把虚拟资产的发展落实到文件上来，意味着中国香港向全球加密货币中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也是因为中国一直模糊不清，所以导致很多从业者流向了更加明确的国际应用中心，如新加坡和美国等。而随着政策的出台，中国向 Web3 迈出了激动人心的一步。22年10月31号这一天起风了，香港发布虚拟资产发展政策宣言，拥抱元宇宙，迎接 Web3。特别像我们这种 Web3 从业者，就有一种孩子终于长大了的激动和感慨。而且在本次的香港金融科技周上，香港也将发行大会 NFT， 不仅可以作为出席证明和纪念品，还可以为来年的香港科技周门票作为优惠。而且香港即将为中心化交易所发牌照，全球各大 NFT 交易所都可以申请牌照，可以发行代币 NFT， 对DeFi的业务开放，对加密资本放行，发行港币稳定币。香港只要不懈怠，比新加坡更有可能成为华人的 Web3 中心。前几日港股大跌，近几年经济低迷，大厂也持续裁员，还有疫情的原因。而 Web3 的到来也是曲线救国的，给这些高智商人才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。很多大厂人员、VC 或者技术人员都投身到了 Web3 的怀抱，特别是 A16Z 为代表的一些全球顶级 VC 一直在布局 Web3 元宇宙，包括红杉资本、谷歌、Meta 等也在 Web3 投入了巨资。新加坡早就开放了 Web3 市场，而香港这一政策落地，无疑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香港有望成为原资产之都，也是区块链之都、Web3 之都。之前有讲过，中国元宇宙鱼龙混杂，骗局丛生，因而呢存在诸多限制，中国没有办法直接打造世界级的稳定币。而香港呢，它本身就是属于一国两制，这个政策无疑不是给中国侧面的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，里面也存在诸多的可能性，并且香港也一直掌握着贸易中转站，也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中心，它还有着雄厚的外汇储备，打造数码港元简直再合适不过。并且俄乌战争的发生也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，如果我们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数字货币，也相当于建设了一个世界级的支付体系。如果发生了世界级的金融战，那我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区别于 SWIFT 的外挂接口。所以这不单单的是一个稳定币，也是一套完整的金融支付体系。虽然说已经被新加坡抢占了先机，可是香港的底子极为优质，极有可能从新加坡手上抢回原资产中心。而人才引进和政策监管是香港未来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。只要我们健全法规， Web3 将不再是灰色地带。不过呢，这个是一定要健全法律，所以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派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就记得点个赞、订阅、转发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